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这里又是烟雨啊，大家看看，到处雾蒙蒙的。今天我给大家说说我接下来的计划吧。其实呀，一般来说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比如说，我回到我们中国已经1个半月了。当时我回来的时候，我是想过了清明节，然后我就可以出游了。原来我计划一定要去我们祖国的新疆。我们这里啊，清明在广西是特别隆重的节日。我们这里光是祭祖，比如说我们村这里就花了5、6天时间。好了，清明过后我就想我就可以出游了，但是刚才说了，计划赶不上变化。突然某一天晚上，我们请这个阿姨她身体不适，然后她住院1个礼拜。这1个礼拜她缺席了，然后呢，我来照顾我妈妈，所以我的出行计划又推迟了。清明过后大概是2个礼拜就到谷雨了。我们这个阿姨呢，回来返工之后，她告诉我，她说谷雨这段期间，她要和他们全家还有她的家族去湖南许愿，到底去河南衡山还是那个衡阳，我不知道，要请2天假。所以呢，我的任务又是照顾我妈妈，于是呢，我的出游计划又推迟了。然后我就想，那就5一过后吧，因为5一不能出游啊。5一是国内的黄金周，什么机票呀、酒店啊、是火车票都很贵，而且都很缺。所以呢，一般来说，在中国最好能够避开这1周就避开。那我只能又推迟了。好了，某一天呢，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说目前呢正在有一个德国中国友好代表团来到桂林，而且在桂林待2、3天。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大概有20个人，他们都是绿党的中级以及基层人士。这些党员在德国绿党当中是异类，因为呢，他们这些党员是和平主义分子。比如说，他们觉得不应该给乌克兰提供武器，要与俄罗斯接触友好，这样才能止战，对吧？我觉得他们的理念跟我比较相近。另外呢，他们是不支持绿党中央政策的，而且这些党员对中国特别友好，他们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来过中国，所以特别好奇，他们想用自己的眼睛来亲自看看中国到底怎么样。因为这个团的大多数人呢，对德国媒体对中国的负面宣传不满，所以他们想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看真正的中国。我得到这些消息之后呢，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竟然来到桂林了，那这个机会我不能错过。于是我又留下来了，专门等这个代表团来到桂林。于是呢，我第一时间跟这个代表团的那个领队联系上了，我给他发邮件，他马上给我回复了，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代表团的人真的不错啊。然后我们就约定呢，在桂林见面，我亲自从宫城坐高铁到桂林。然后当天晚上就跟他们见了面，可是因为他们时间非常的紧迫，因为他们是代表团有自己的那个行动计划的，对吧？所以呢是挤出时间跟我见了面，就是在他们吃晚饭的时候才有一点时间。当时我去的时候是大概有7点钟的晚上，他们已经吃到过半了，我只有大概20分钟、30分钟跟他们交流，我觉得整个交流过程时间太短，根本不够。吃过晚饭之后，从餐馆到酒店大概有2公里的距离，他们大多数团员决定还是步行回去，因为他们想看看当地的桂林的城市啊、街景，或者是晚上啊，所以我们就决定走街串巷，看看夜幕下的桂林。他们对桂林这个城市呢非常有好感，因为大家知道，在中国的城市啊，这个灯光啊特别的色彩斑斓，与德国完全不一样。这个中国和平之旅代表团的成员，也就是绿党的成员，调侃地问我：难道中国的电是免费的吗？我告诉他们，中国的电其实非常便宜。我就告诉他们中国的电价是怎么样的，他们感到非常的惊讶。于是呢，我们就走啊，大概走了1个多小时，看了桂林的那个东西巷，这是一个重修的一个相当于桂林古街吧，他们感到非常有趣。然后呢，沿着漓江也走了一段。大家也知道，现在国内这个直播呀很火，对吧？漓江那段很多人在那里跳舞啊，做直播，他们感到非常好奇。
diese LED und auch diese große Modell. Aber schön. 有一位团员问我，他说：“桂林啊，这里是不是很豪华的地方？”我开始没有理解他这个豪华到底指什么。他说：“你看这里那么多的灯光，然后呢那么多人在这里呢唱歌跳舞，是不是普通的中国人都会这样？”我说啊，桂林像这样晚上他们出来是非常常见的，大多数中国人在城市里啊周末都会这样出去，因为他们以为啊只有这个城市的人才有这样的特权。我就觉得他这样的想法非常离谱啊！这就是德国他们对中国这种负面宣传给德国人带来一种洗脑，所以他们认为啊，中国人不会有这样的生活，不会有这样的夜生活，他所以才用了豪华奢侈的生活这个词。通过这样的解释，相当于他又少了一些对中国的误解，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样亲自啊来中国看一看，我认为啊是减少两国人民的误解，是非常值得的啊。这个代表团一行大概是2个礼拜，首先他们坐飞机到北京，然后呢坐高铁到郑州。说到坐高铁，我觉得是个笑话啊。其中一位团员在他的脸书发表了动态，他说啊，当天我们坐高铁从北京到郑州，距离800公里，只用了2个半小时，就觉得特别的惊讶。他用了 sensation 那个词，就是一种不得了的轰动的经历的意思。在哪里呢？一个是距离700-800公里，另一个呢，这个时间只有2个多小时。我查了一下网上呢，其实最快的是2小时11分钟。他还这样说了啊，这个中国高铁不仅准点出发，而是提前1分钟。他认为可能是全部的人都上齐了，所以呢提前1分钟。只不过我们手机的时间可能有的时候可能是晚了30秒或者20秒也不一定啊，对不对？我认为啊，高铁开车时间是扣着那个时间点的。他就觉得特别的惊讶，特别的意外。长期关注咱们频道的朋友们，可能大家知道，我以前呢说过不少次，德国铁路是德国吐槽最多的一个公司。为什么？因为德国铁路极不准时。德国铁路自己公布的统计数字啊，正点率只有60%左右。所以呢，这位德国的绿党人员他看到中国高铁那么快，另外呢那么准时，所以感到特别的惊讶，才用了 sensation 那个词。不得了的经历啊！那天晚上我问了他们，我说你们通过这几天看到的中国和你们在德国媒体的宣传的中国是不是一样的？他们说完全不一样。他们还用了 negative 那个词，就是负面，也就是他们的想法对德国媒体的想法与我的观察是一样的。我老实说，德国的媒体报道中国，极大部分95%都是负面的。所以呢，他们这些成员现在他们的想法与我的一模一样，因为他们现在看到的中国和他们德国媒体报道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2个中国啊。好，他们这一行呢，从北京到郑州，然后呢，在河南他们参访了目前中国可能唯一一个所谓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一个人民公社村，叫南街村，应该在河南漯河附近。这是唯一一个还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一个村子，相当于中国仅存的活化石吧。他们去参观了，他们告诉我啊，里面还有毛泽东的塑像，什么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这是一个典型的，所以他们德国人称为共产主义乌托邦。5月9号，由德中交流协会组织的认识中国代表团到访郑州。来自德国的20多名爱好和平的基层民众代表参与活动，近距离感受殷商古都郑州打造枢纽经济和开放高地的蓬勃活力，共谱两国民心相通的友谊篇章。9号下午，代表团一行走进河南博物院，认真聆听讲解，感悟中原地区从古至今的深厚底蕴和辉煌博大。在郑州国际陆港公司参观了郑欧班列综合服务中心和郑欧进口商品展示体验中心，详细了解郑欧班列的运行情况。据了解，该团组由德国友好人士于尔根·库尔茨倡议发起。作为一名在中国生活了21年的德国人，他亲自参与了参访线路的策划，希望通过组织这次参访，让代表团成员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构建真实的中国观。Henan is the
core part of China. We know that from the history. So we are going also to Xuzhang Shaowei city, which is of course an artificial city, but nevertheless it's a history part. Three kingdoms and so on. We have to understand a little bit from the Chinese self-understanding. That's when you understand the history, then you have a chance to understand that. China has so many thousands of interesting things, but my idea was to bring them from one location to another and give in every location a new part of the China reality. I want to show these people, or people from my party and friends, want to show China as I become to know it in the last 21 years. 据了解，代表团在华行程为13天，将参观访问北京、河南、安徽等多地，从人文、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切身感受并了解真实的中国。参观了这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村庄之后，他们马不停蹄地前往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是位于安徽的小岗村。这是中国第一个实行大包干的一个村子，也就是与南街村完全相反。那个是继续保持人民公社的制度，而另一个小岗村，他们第一个实行大包干，也就是把集体的土地分包到个人。这是1978年的时候啊，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两个完全相反的例子，他们去参观，所以呢，他们深有感触啊。在南岗村人民公社制度，这个村4300个社员还是原来人民公社的制度，从生、老到病到死。这个全村全部东西都包干，因为他们村有很多企业，然后呢，现在又是一个网红点，又是一个红色旅游基地，所以可能那里的经济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啊。听说啊，那个村的公民，你想到外面去发展也可以，你想回来也可以，反正来去自由。听说很多人不想到外面去，因为呢，在这个村里他们没有什么焦虑，因为什么都是村里包干了。所以他们也没什么上进心，你干多干少，拿到收入都一样，这就是典型的所谓的人民公社制度。Dokument auch immer. Ja, ja, das wäre gut. 习总书记当时也是好，然后呢，这个代表团就从蚌埠就去了南京，去参观了南京的日军大屠杀纪念馆，接着从南京坐飞机去了广西的柳州。柳州不仅有螺蛳粉呢，还有五菱汽车，对吧？五菱神车。他们专门去柳州参观了五菱微型电动汽车生产这个技术啊，还有基地等等，还看了那个柳州街头很多的电动汽车，所以呢，他们感到非常的惊讶。另外一个他们感到惊讶，就是因为他们很多团员第一次来中国，看见比如说从北京啊一直到柳州，差不多半个中国了吧，街上很多的电动摩托车，还有电动汽车，与德国完全不一样，他们感到特别的惊讶，这是另外一点。Gemacht und es kommt genau auch mit dem Heck an der Ampel stehen geblieben. Das ist ja echt geil. Das ist ja echt irre. Das ist ja so okay. 他给你们的这也不一直在Hello， 你么么哒。谢谢你。你看谢谢怎么说？谢谢，那怎么说？说那个话，谢谢怎么说？Thank you。谢谢你是第二个。哦，爱你么么哒。啊，要换一个方法，比如说，这样子，还要这样。完全是就那些心理上去，就那些法了。参观完柳州之后呢，他们就
坐着长途汽车到柳州地区的三江县去，少数民族地区，去那里参观了那个他们的茶园，是少数民族当地的政府脱贫的一个项目，他们去参观了。这个绿党代表团，他们不是典型的那个走马观花游中国，他们专门去参观一些与他们绿党的政治理念，还有与这个团的团员们他们崇尚和平的理念相近的一些景点或者一些调研的基地吧，去参观这样的东西。比如说去柳州三江参观的这个茶园就是这样，当地人之前可能比较贫困，这也是当时呢中国脱贫的一个项目，所以呢他们感觉特别好，因为呢去看到当地的茶园井井有条，另外呢当地人他们的建筑呢特别有民族风格，而且呢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特别漂亮，所以呢引导了很多外地的人去那个地方去旅游去打卡，也促进了当地的旅游。这就是通过当地的茶园带动当地的旅游，也属于一种文旅吧。然后他们从三江到桂林，我就在桂林跟他们见面了。我感到非常遗憾，其实我特别想他们能抽一点时间来我们工程看看，因为他们呢是绿党的成员，又是和平之旅，对吧？我告诉他们，其实呢广西桂林工程，大家不信去查查，是中国沼气第一村。我记得我非常小的时候，大概是70年代，我有一点点懂事的时候，我们村或者我们这一带啊，每家每户都挖那个沼气池。沼气池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这里牲畜还有人呢排便，可以收集起来，收集到那个沼气池里面，然后呢通过发酵产生了这个沼气，对吧？可以用来照明，可以用来煮饭、炒菜，还有烧水等等，都可以使用。所以呢，用途非常广。这是非常典型的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我告诉他们，其实我们县几十年来一直这样做。目前我们工程还有很多的家庭使用沼气。另外一个呢，我告诉他们，从小我们这里呢就是水力发电，就是我们这里呢能源完全是绿色。我说你们如果有机会一定来看看，可惜这个代表团没有时间，因为他们马不停蹄要赶到深圳。第二天，他们从桂林乘坐高铁到深圳去。啊，好。啊，2岁。Have a nice day. You too. You too. All the best. Oh, meine Güte, das ist ja ganz viel Zeit. 跨越频道，上下车的旅客，请注意脚下站台与车门的落差和间隙。Den haben wir gestern kennengelernt. Der kommt aus Deutschland, lebt aber auch hier in China, hier in der Nähe von Juilin. Richtig ausgesprochen heißt Guilin. Okay, wir waren in Guilin und er lebt in Gongchen. 到深圳，他们去拜访华为公司。这个德国代表团对中国高铁覆盖全国这种网络啊，特别的佩服。比如说从桂林到深圳只要3个小时左右，然后在火车上面，我跟那个导游谈了一会儿，我觉得这个德语导游很不错。因为呢，如果你是给外国人讲解中国，如果你的世界观、你的3观是舔西方的，那你肯定会在你讲解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可能会带入一些，比如说贬低中国的，或者只讲中国负面的东西给那个外国旅行团的成员，对吧？而这个德国代表团这个导游，我觉得他真的很不错，他还是比较正面讲解中国的东西。这是我在桂林到深圳的
高铁上面与他的一段对话，我放出来给大家听一听。是的，所以他就是组织了这些人过来，对他们其实也对这些人，他们就是所见所闻，然后呢所感受到的，他们的这次这个行程啊，教育意义挺大的。但是他们的力量毕竟太小了，对，不能改变大的趋势。对，那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就一点点嘛。对。他现在他在那个领英上或者在那 Facebook 上，他们也不断进行传播嘛。对，也有大概有几千人吧，反正都是点赞什么，反正多一点，就一点点的这种正面的力量，总比没有强嘛。对。所以说他们是个例外，就是我接触的大部分德国人呢，即使是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问我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挺无语的，有些问题。他是就充满了一种傲慢与偏见。傲慢与偏见是的。另外一个呢，对中国根本不了解，他们了解的中国是从他们的媒体。很无知。对。对于我们来说肯定是无知的，但是他们认为他相信他们的媒体啊，他深信不疑嘛。对啊，你也多给他们讲解一些正面的东西啊。就只讲正面。对，因为就团长的话就一直都讲正面东西，就是只说中国好的。我觉得那个团长特别红啊，对吧？对，红火的。他是洋字干舞。是吧？他是中国人的朋友，可以这样讲啊。对，中国人的朋友，他们住在上海，好像对吧？对，住在上海，很漂亮。Noch 2 Sekunden nachher. Jetzt. 1, 2, 3. 这次呢，与这个德国代表团联系上之后，我有他们几位团员的联系方式，而且这些团员我刚才告诉了啊，他们是对中国特别友好的。其中有2位德国的先生，中国太太，这2位呢是绝对是挺中国的。从他们言语谈吐，我可以知道啊，他们处处在给这个团的其他的团员讲中国各种各样的方面，介绍中国这样那样的特别正面的东西。其中一位呢是旅行团的团长，是他组织的这次中国之旅、和平之旅，或者叫认识中国之旅。他目前住在上海，在中国已经20年了。我觉得啊，他可能比我还正面看待中国。至少我还会批评一些中国的东西。在他眼里，中国好像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一样。他对他的那些团员说：“中国这里好，那里好。”我听着都不好意思了。所以我就想啊，等这个团结束他们的旅程之后，我再抽一个时间，跟这个团的团长，还有跟这个团的另外一个人，跟他们呢单独见次面，访谈他们一次。通过他们可以把中国介绍给德国人，所以呢，接下来我还有自己的计划，我就想拍一些素材，然后呢，渐渐的越来越多的做一些德语的节目，让德国人多看看。这也是通过我个人呢非常微小的力量，至少呢来化解一些中德2国人民的一些误解。我觉得这很有帮助，因为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我觉得对于中德2国人民或者中国还有西方都非常危险。甚至呢，我觉得如果掌握不好，由于西方这政客的操作，可能会有战争的风险。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吧。这个绿党中层、基层党员这个代表团来调研中国，他们的理念真的在德国绝对没有话语权，因为极度不政治正确。一个是止战，对吧？不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另外呢，与俄罗斯和解，这2项在德国是绝对不政治正确的。另外呢，他们这些人对中国的态度那么友好，对吧？所以我说他们在德国是异类。我觉得啊，这些人在德国，即使他们回去之后看到中国那么正面，他们回去呢要给他们的家庭啊，或者他们的亲戚啊、朋友做思想工作、做宣讲，我认为呢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可能有一些他们的亲戚朋友或者同事会说，他们这些人在中国被洗脑了，中了中国这宣传的毒害。我相信呢，有一些德国人会这样认为，因为毕竟呢，普通德文心目中这中国的形象实在太负面了，就是因为他们的媒体洗脑，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他们本身就是被洗脑的受害者。但是俗话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能够自己花钱来中国看看实际的中国，了解中国，然后呢回去可能会当中国的义务宣传员，
我觉得本身从这一点来说就非常的难能可贵，我还是非常佩服他们的啊。他们来这里看到的中国，比如说看到中国绿色环保做得非常的不错，对吧？首先，中国的空气没有像德国媒体宣传的那么不堪，那么多的雾霾，对吧？第二个，中国很多的绿色的，比如说电动汽车，还有电动摩托车，对吧？也就是电驴。还有第三点，中国人没有像德国媒体宣传那样被中国政府打压呀、压迫啊，没有自由等等。他们去了街头，看见有很多的，不管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早上、中午或者晚上都在跳什么广场舞啊、下围棋呀，还有踢毽子啊，反正各种各样的集体活动。中国的老人甚至他们过得有声有色、有活力，比德国那些退休老人活泼多了，对吧？而且他们没有看到中国无家可归的人，他们看到，你看中国人很多自由啊，对吧？而且中国并没有他们想象的或者媒体宣传那么贫穷啊。他们去了中国以前贫穷的少数民族地区，所以呢，他们就特别佩服中国政府的扶贫工作。他们还说，中国的发展真的太了不起了，让数亿人脱贫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做到。所以我说，他们这样一个代表团可能很难改变德国这个大趋势。不过他们能自发的在德国能够讲好中国故事，本身我就觉得他们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今后可能还会联系这个代表团、这个旅行团的其他绿党成员，跟他们多交流，与他们一起做一期节目。我相信呢，通过他们，又可以影响一些他们绿党的党内同志。通过他们还是可以影响一部分他们的亲戚啊、朋友或者同事的。这点也是比较重要的啊。Vielen Dank und auf Wiedersehen.